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欢迎来宾，首先欢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在伊朗的战情，尤其现在最新川普的放话要抹除掉整个伊朗哦。那么伊朗现在则是喊出要圣战，洲际弹道飞弹预估他说了可以飞到射程到纽约跟华盛顿。以色列的部分则是开始备战7000枚的飞弹，中国大陆则是送出了它的超高音速的武器来压境吗？中东的开战倒数，今天一起来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这一波是真的会把它的武器，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的飞弹持续的搬进中东吗？那如果真的搬进来的话，美国的林肯号即将到的林肯号还是王牌吗？还是成为一个废铁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做军武面的关注。再来看到是川普现在嘴巴上面喊的是要抹除伊朗，而且接下来就是林肯号也快要到中东地区了，他到底会不会按下一个开战的关键呢？还是演一出吓人的心理战而已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当伊朗喊着要圣战，以色列则是传出要对伊朗打7000枚的飞弹，这一场仗可能从哪一个点会开始失控？是伊朗先出手，还是以色列会来先做清算？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中东战事随时引爆，因为川普已经说过，他很快就会下令对伊朗来做动手了。那么我们来看到，只要能够推翻伊朗政权，来自以色列的说法，我们愿意承受来自伊朗700枚飞弹的轰炸，也在所不惜。确实，现在伊朗已经做好了这个完全战争的准备哦。伊朗现在说呢，正在为以色列的最后一战做足了准备，这是来自于最高领袖哈米尼军事顾问说的，并且警告了川普，只要你敢动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是你在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宣战了。接下来，伊朗就有可能做的反制是号召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士兵上去，一起共同发起圣战。我们要来看到除了在这个外交上面、政治面的喊话，在军事上，伊朗也有所新动作了。目前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伊朗在获得了俄罗斯的批准之后，首度完成了射程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范围是足以涵盖在美国的纽约跟华盛顿的，这是来自于 X 账号的最新报道。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进入了高度的戒备，增调它的防空系统来到中东。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的武器现在又有什么的新进展呢？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来自于 X 的账号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说中国大陆的各种高超音速巡航或者是滑翔飞弹在内已经逐渐的往伊朗这边送过去。X 博主 War 也特别做爆料了，大陆近期伊朗收到了大陆的红旗9B 防空飞弹系统之外，还有至少16架的中国军用运输机直忙的奔往德黑兰。而川普最新发文，他也说了，如果我真的如外界所说，你们要把我暗杀的话，你的伊朗就会从地表被我们美国给完全的抹除掉。而美以确实在军事上，刚刚讲的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准备，美以在军事上也做了大幅度的一个戒备跟部署。来看到的是，美国做的是最新向中东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的飞弹防御系统之外，还有雷射导引反无人机系统也抵达了科威特的空军基地。美军的 F-15战机预估会集结总数达到24架。另外就是林肯号，预估在这几天就会正式的到达中东。以色列也喊话，可能会发射超过7000枚的飞弹，现在都已经对准了伊朗。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怎么看？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出动，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的巡弋飞弹DF-26等等，还有它的红旗9B 的话，真的进到中东，那么美军的航母，尤其是林肯号，还敢不敢靠近？这些武器能够把航母给击退吗？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现在跟伊朗还有美国这3个国家真的是，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3个国家情势有误判的话极可能就擦枪走火。因为伊朗现在从上次的暴动事件到现在，
我们可以说将它形容成一只已经受了伤的野狼哈。这个受了伤的野狼，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它现在正在这个也是在惊慌失措当中。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刺激，它可能反扑的力量是会很大的。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历来从几次的中东这个以阿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一向采取的策略就是先发制人，他绝对不会等到这个埃及国家或者是说阿拉伯国家对他发动攻势以后，他才采取防御式的反击。他通常都一定是先发制人，因为他的国土战略纵深小，他可能承受不住第一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伊朗有个风吹草动，那以色列会不会就采取以往的战略先发制人？那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也处于在这个受伤的状况之下。那如果说美国这时候对他有任何刺激，他会不会给你来个鱼死网破？就对以色列或者对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各个基地来实施发动攻击哈。那当然这一波来讲，我们从之前有听说过中国将这个这个红旗9这款导弹运送到伊朗，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哈，因为红旗9属于防御性的武器，它属于这个区域防空的一个导弹，射程概略是200公里。那伊朗可以将它护卫到它的德黑兰或者是它核设施或者重要的军事设施附近来做一个区域的一个防空。当然不可能达到全国都防空，可是对这几个地方来讲的话，它只要防护它自己本身领导阶层，避免被斩首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我认为中国如果说将东风26、东风27，还有鹰击21这几款的这种大杀器，如果说提供给伊朗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了因为这个按照地缘战略来看的话，中国目前也不太愿意将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头，得罪美国因为毕竟来讲，美国是最大一个这个对中国来讲还是很大一个强权的国家，他不愿意不管在经贸或者是地缘上面跟美国结下这么深的仇怨。那因为这几种武器确实是大杀器，如果说搬到伊朗去对美国来讲的话，它的航母我认为是确实是不敢靠近，因为我们从这个美国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航母大概就很少靠近第一岛链附近了，这态势已经很明显了。甚至于在南海那边，我们看到因为中国有东风这个26、鹰击21等等这些导弹，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大概都在这个南海的南边这个很少靠近北边，因为他也担心如果说是万一一个擦枪走火，他会承受不住这些攻击。这几款的导弹有几种特性，第一个它都是超高音速所以它速度是快到你很没有办法去拦截的。第二个它都是会变轨的，所以你更难拦截。那你可以说这几款导弹有没有打给美国看过？我特别要讲，还真的打过，而且还真的打中过靶船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它分别从中国的这种东南部会，大概是江西这个地方的导弹发射阵地，跟这个它的西北地方甘肃这边分别发射2枚不同款式的导弹。那在同一个时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射，但是却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命中南海的靶船。所以这几款大杀器，我想说中国大陆不是在吹牛的，它确实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美国来讲的话，它当然它不愿意去赌这个。那在中国或许双方还可以借着外交，借着高层通话来处理一些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如果说是美国来讲没有办法通话，那可能所要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可是我认为中国大陆大概不至于会将这几款大杀器提供给伊朗。好，针对看起来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中国大陆或许看起来还是会特别的留一手，有一些的武器可能还是不愿意提供给伊朗的。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呢，他最新我们要来看到美国又部署了哪一些武器？刚刚看到伊朗部署的武器，还有中国大陆给的武器之外，我们来看到美以现在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这时候川普也喊话了，他说他有收到一些消息，说有可能暗杀他的消息，来自于伊朗的情报，他自己得到的情报。那他也说了，他已经下达命令了，一个密令。如果说他被暗杀的话，他就会把伊朗从地表上抹除掉。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
发言。那么，美国跟以色列又祭出了哪一些武器部署好来做准备呢？我们请导播来 take 一下 CG， 包括了美国的官员自己证实的，向中东地区加派了爱国者跟萨德防空系统，还有刚刚讲的反无人机系统 F-15战机林肯号，还有以色列的7000枚飞弹。林肯号都快要到了，川普现在是准备开打了吗？或者是说他还在等什么？那伊朗说他有可能发动的这个圣战，有没有可能扩及成全球恐攻？赖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觉得川普讲的那个他发的密令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前提是他如果被暗杀死了，那他已经有密令了，密令就会生效。问题是谁来执行？因为你要把伊朗从地球表面抹掉，你除了核弹以外，核战没有可能。那问题就是你继任者范斯怎么可能说对伊朗8800万人发动核战，去把这个8800万人都杀光？这怎么可能？而且伊朗旁边周边接近的国家，包括这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他们都要受到核战的这个影响波及，怎么可能？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讲那句话是空话，因为范斯即使接了代理总统，他也不会去执行这个川普的这个密令，把这个伊朗从地球抹平。所以这个是讲幼稚的话，很幼稚，3岁小孩讲的话没有意义。而讲的这句话会不会就把伊朗吓死了？也不会。但是你看美国现在的动作，把爱国者导弹、把萨德系统，它都是防空的防空系统装上去，把这个雷射反导无人机的系统装过去，这个都是属于防卫性的。防卫什么？当然就是要防卫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很多啊，不管是在卡达、在科威特，到处都有这些军事基地。那问题就在于，因为伊朗已经证明他有能力很准确的打击到美国设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就是不管是采用这种中程的精准式的超高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采用无人机，都可以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把这个防卫性的武器放到这边来，所以这是防卫性的，不是攻击性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攻击性的东西。您提到了有关于 F-15战机向中东集结25架，美国去抓一个马杜罗，一个人跟他太太2个人，一男一女，就抓这个马杜罗，他就要出动航母战斗群，而且是最先进的航母战斗群福特舰，然后出动多少战机呢？150架的战机，不是架次，是150架，包括 F-22，包括 F-35，包括 F-16，包括 F-18，包括空中预警机，还有包括电子干扰机，再加上无以胜数的空中这个无人机。你想想看，150架战机浩浩荡荡的跑去了委内瑞拉，才抓2个人。你要用这些战机，就要把160万平方公里的伊朗，有8800万人口，革命卫队就已经将近20万人，民兵还有60万人的这个大军，你说要用这一些一个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再加上这几架战机，然后就要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你不要，你姿态也摆认真一点，我就会觉得。川普，你认真一点，你真的认真一点。你在委内瑞拉你都搞这么大阵仗的，你到伊朗这个摆这个阵仗没有意义。那以色列说我用7000枚导弹打你，他这个是威胁性的。为什么威胁？就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本来就是这个川普要打你，我还劝他不要打你，但是你不要打我，我没有要打你，这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只是说，如果你真的打我，我就7000枚导弹来伺候你，那这个还是威胁性。这代表什么？以色列并不支持川普在这一次对伊朗所发动的战争。好，所以以色列先喊话啦，就是做一个防御性。他说7000枚的导弹准备对准的是伊朗。那他也说了，你伊朗随时打来700枚都没关系，我们都做好准备了。有没有可能现在看起来伊朗跟以色列谁会先发制人？委员又怎么看？谁会先发制人应该要看美国怎么发制跟以色列、伊朗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以色列能不能承受得住700枚到1000枚的
弹道导弹的攻击啊，这个以色列自己来盘算，大概拦截个80%左右，还有200多枚可能会击中。那击中的时候是击中了重要的地方还是不重要的地方？上一次大概有1/10会击中重要的地方，9%击不中那个重要的地点啊。那这样的一个攻击，以色列要不要承受？这以色列自己盘算。那从美国来讲，客观的来说的话，现在美国攻击伊朗几乎是最好的时机，啊，最好的时机，对哈，因为他战略上不会去说我要消灭8000万人啊，或者什么革命卫队，他战略上只有2个，第一个把所有的这些伊朗的教士集团的头大概50个全部铲除，有没有这个能力？要看到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准不准啊？如果像珍珠党的话，那准得不得了。那是50个教士集团头子，可能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这政权都改变了。第二个，革命卫队大概就50个头，这50个头如果一夜之间被消失，像那个叙利亚民兵一样，那就解决了。所以看他到底情报有多准，如果情报不准的话，那可能还要来个第2次、第3次，那就有的精彩了哈。所以他的战略目的就是一方面，如果防卫以色列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防卫美国的军事基地被击中的几率不要太高啊。那伊朗当然有很多的飞弹导弹，可是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太厉害。为什么？因为打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它基本上是所谓的液态燃料，液态燃料很讨厌，加油啊，加燃料要加个1-2个小时才能够发射，它不是固态拉出来马上能够发射，这一点是它的短板所以液态的比较容易侦测那上一次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基本上美军跟英军没有出手，没有空中拦截，所以才比较容易打得中，而且量很大，以色列超出以色列所囤的导弹的数量。那如果以色列真的有7000枚对700枚，不要以色列那场谣，要说我就干了为什么？因为目的不是要消灭伊朗，目的要铲除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的满清末年了，坦白讲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那至于刚才厉将军有提到说中国会不会介入？不会的啦，中国没那么笨去扶持一个满清末年的王朝，绝对不可能嘛。何况那些武器都要中国自己去操作，那你去得罪美国，那是中国有本事连台湾都不敢这样打了，还敢去帮伊朗打？不是我笑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过，在台湾都不敢打，怎么可能去帮伊朗打？不可能。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是川普对格陵兰的这个态度要拿下格陵兰的态度一向都是非常的强硬，但这回突然间在态度上面转向了。他现在说呢，针对许多的国家，他要取消关税之外，现在是难道已经暗中要拿下部分的土地建美军基地了？所以他态度软下来吗？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解答。好，我们先来看到是被视为是，难道川普真的塌口了吗？因为他说呢，不会再对格陵兰武力威胁了，还决定取消先前寄出的这一系列的相关的关税那么他还透露说，这个比较震撼，他说跟北约秘书长吕特已经达成了一项框架上面的协议，内容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个协议的内容可能就是丹麦会把格陵兰岛上数块小面积的土地全权的交给美国，方便美国在这边来建设军事上面的基地。那么这个方案也类似英国当时设于塞浦路斯的基地的协议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川普突然间要取消对于欧洲保卫格陵兰的一个关税协议？他是塌口了，还是他真的手上已经握有他想要的，跟吕特都谈好了？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一次不能把川普说成是塌口而是高明的一个骗术这个高明的骗术是他跟他的儿子干儿子吕特他们合演了一场大戏。这场戏演得十分精彩。我们看到了欧洲也都开心，说这样子解除我却不得不在道义上挺丹麦的这个困局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也都知道
倒霉的就是你丹麦还有格陵兰，你们已经被掏光了，但是没关系，我安全下庄了啊。所以德国、英国、法国等相关的国家都觉得，我可以继续把这个戏演完。你看，我还是很有道义的哦，我有出兵哦，我有帮你捍卫正义哦，我有说格陵兰永远是属于这个丹麦的。果然，格陵兰真的是永远属于丹麦的。但是我为什么会一开始我就说，这是川普跟吕特他的干儿子啊合演的一场大戏？这个是这样来的。美国有没有出一兵一卒？没有，什么兵没派，啊，什么钱也没花。因为本来还说格陵兰人每一个人可以拿到10万美金，现在1毛钱都不用给。好，那现在已经讲好了，讲好了就是这个把格陵兰的地图标上去，就放在白宫这边来。那川普就把农业部长找来说，哎，你看看哈，这个哪一个经济海域或者是哪一个地方啊是有开采的价值？这农业部长就看一看以后就说这块可以，这块可以。川普说好。然后接着呢，就把经济部长找来了，哪一个地方是稀有金属啊？那个稀有这个稀土，还有就是这个金矿区不错的地方，这个经济部长就在那边画一画，然后再把这个国防部长找来，你看看五角大厦的几个军阀这个就过来了，看了以后就说这个地方不错，可以盖军事基地，这个地方可以盖金穹，这个地方不错，好，都弄好了。那这个时候，川普就说：“好，这几块都是飞地了，从此以后不属于丹麦的，也不属于格陵兰，好的地方都被川普拿走了，所以它的主权不再属于丹麦的跟格陵兰的，那永久由美国人使用，美国人也不用在那边这个把它变成他的，他只要变成是他的飞地就好了。俄国也玩过这个游戏啊，也玩过好几块飞地啊。美国跟英国也玩过好几块飞地啊。这块飞地就永远属于这个川普的了。所以这些飞地的地方，美国人就派人就开始矿产上开始挖矿啦，这个稀土工厂就建立起来啦，然后这个军人就开始工兵开始整地啦，然后就把它整起来，一大片地。其实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拿走10万平方公里，坦白说一点点而已。对，20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不要忘了，格陵兰大部分的地都没有用，就少部分的地有用。川普就把他要的地都拿光了，那剩下的烂地就丢给你丹麦跟格陵兰，你们自己去治理，自己去防卫。这个多聪明啊！2个人干爹跟干儿子合演一场戏，欧洲人就睁眼闭眼一切皆大欢喜，格陵兰都守住了。你看，我们都有道义啊！真的，那就是丹麦看了他的这个有稀土矿的土地，还有好的地方，就被美国人拿走，就这样而已嘛。厉害呀！好，没有他狗。是不是川普跟这个秘书长吕特已经私下谈好了一个秘密的协定哦？这个我们会持续的来做观察。那确实，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有关于飞地。那接下来美国到底会怎么样拿下格陵兰？现在说有3个方法，除了纽时特别报道的这个塞浦路斯的基地模式之外，也就是说保留主权。那实际上美国来控制战略要地，这是最新的一个第3种方案。但前2种方案，其实我们昨天也有说过，是华尔街日报说的，可能采用的是自由联合协定 COFA 的一个模式，跟当时密克罗尼西亚签订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另外一个方法是川普可能采99年的租约模式，类似香港当时英国当时租借香港不直接并吞的方法，但是实质掌控。赖委员蔡委员怎么看？觉得可能是哪一个？3个混合模式都有可能哈。塞浦路斯模式是在1960年，塞浦路斯从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为一个共和国的时候，当时把2个塞浦路斯的港口，那么直截了当宣布为英国的主权基地，换句话说等于英国的海外领土，从来不属于塞浦路斯。对于这个塞浦路斯的农民或者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到这里面去种植，但是塞浦路斯的政府在里面没有任何权利，因为主权完全属于英国的，所以立法、司法什么全部权利、行政权利都是英国的。这是叫塞浦路斯模式。美国有没有可能要求买下一部分的重要的基地的永久领土权呢？有可能，有可能。再来，什么叫 COFA？
COFA 模式叫英文叫 Compact of 这个 Free Association， 这个翻译成自由联系哦，这联合是骗人的啦，自由附属 ，Association 是附属，就像副教授叫 Associate Professor 一样道理。怎么叫做联合？那个字中文怎么翻都不让联合，那是美国用来骗中国人的啊，才翻译成联合，叫自由附属协定。那最经典是谁？帛琉啊，就是说你国防外交全部交给我，但是这个 COFA 模式有个条件，格陵兰要独立，格陵兰不独立就不可能有 COFA 模式。那格陵兰可不可以独立？很容易独立啊，一点都不难。那这个可能丹麦要同意它独立，要独立一个国家，然后其中呢，这个就跟美国签这个 COFA 国防外交完全交给美国啊。第三个香港模式是既割让又租借，香港本岛是割让的啊，然后那个尖沙咀也是，九龙也是割让的啊，但是新界是租的，所以香港基本上是租99年是新界。你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格陵兰变成混合模式呢？其实香港模式已经涵盖了塞浦路斯模式啊，但是跟那个 COFA 模式，等到格陵兰独立才能够做这些事情。那川普大概等不及了，对，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我同意这个赖教授讲了，他这一次没有 tackle， 这次踢口哦，踢得很厉害。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嘴巴上说不威胁格陵兰，但是实际的行动其实也都没有停下来。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的是他在格陵兰的最新的部署，在军事上面，这是来自于北美的防空司令部1月20号最新说的。他说，仍然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基地派出了数量不明的战机，已经飞往格陵兰参加一场筹划已久的演习。那目前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美军在格陵兰这边的相关基地已经部署大约200人。稍微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10月的时候，美军派出了2架 F-35、2架 F-16和3架的 KC-135加油机，在这边曾经做过这种作战演习。那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欧洲国家总共是7个国家派出了部队，刻意到格陵兰这边参加这个丹麦的演习。那这一次美军又大动作的派的一些军机驻派在格陵兰，是故意要跟欧洲国家来做示威吗？那目前美军在这边的基地战力到底又有多强？川普又想要扩张多大？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这次确实是踢到铁板了，他自己缩回去了。那昨天在达沃斯的论坛上面，他讲了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不会对这8个国家，本来说要科10%的关税，一直到这个他拿到格陵兰。那如果说是在6月1号还没拿到的话，这个关税要提升到25%。啊，这次来讲，他说他昨天在论坛上面他说他取消了不再课税。第二个来讲，他也承诺不会用武力来夺取格陵兰但是之后来讲，他几乎全部在抱怨这个整个欧洲那从头骂到尾，每一个都在抱怨。其实尤其是跟丹麦最有关系，他狠狠把丹麦损了一顿。他怎么讲丹麦的呢？他说丹麦这个以前都是我美国在保护你们，你们现在不知道感恩图报，不会把格陵兰主动让给我。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在1941年的时候，那是2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丹麦没有能力保护格陵兰，怕被德国纳粹所占领，所以美军那时候确实是有出兵去保护到格陵兰那丹麦多久时间投降了？6个钟头。好，当年你们对不对？你们丹麦6个钟头你就投降了，那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是靠我美国来保护格陵兰的。现在你不知道感恩图报，他大概对于格陵兰对丹麦。反正你就看出来，昨天那场演讲川普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硬要这个跟全班独霸一个玩具，那全班的同学不给他，他就在那边抱怨全班那我觉得，当然美国现在这次来讲的话，他这个演习他总共是200个人。其实在这个杜鲁门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杜鲁门曾经扬言要用1亿的美金买下格陵兰，但是那时候丹麦就不卖。那这个杜鲁门就说好，你不卖没关系那你还是我们来签一个共同协防的条约，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包括丹麦，因为毕竟来讲，美苏冷战的时候，格陵兰确实是有很重要一个地缘战略的位置。那听说美国也曾经在格陵兰这边有一个冰虫计划在这边部署了很多的这种核导弹部署在这边，因为必要时候他要对这个苏联发动核子攻击，就从这边发射。听说
这个核导弹还曾经这个造成核外泄，然后美国将这些冰块全部都搬回去。所以这次的演习并不是真的是要大，而是他们本来既有的军事协定在这边做这个演练。那美国来讲，我觉得如果说你基于北约的立场来讲的话，你大可以用这个军事协约，用合约。我想说，就整个北约国家他也非常乐意以美国来协助保护整个欧洲的安全嘛。但你不要用这种豪夺的方式，然后讲出一些很丢脸的话。我再讲一下，昨天讲了很多个笑话，你知道，大概大家都会注意到。第一个，他讲格陵兰说成冰岛，冰岛是冰岛，格陵兰是格陵兰，他讲错。第二个，他还讲中国他讲中国没有风力发电，这个他说中国来讲，光去卖风力发电的机器，但他自己都没有风力发电。我想4月份他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去这个习近平跟他见面的时候，是不是中国应该安排一场他到新疆的一趟去看一下那个风力发电？不然川普真的是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债突然间在此刻拉起了警报，因为欧洲的盟友这时候反手一刀卖美债抛售美债，引爆了全球的抛售潮吗？资本市场现在可以看到呢，欧洲用这种抛售美债来当做一种武器，砍向美国的最大弱点。对于美债，还有对于美国的信用是否破产，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好，来看到美债神话，现在说安全神话恐怕会信用破产了，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先是丹麦的退休基金呢，它已经直接宣告了，我们在月底前会清仓1亿美元的美债。那原因是他们的来自于丹麦退休基金的这个投资长，他是这样说的：他认为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好信用的一个主体，所以他们决定要来清仓1亿美元的美债。那贝森特就很不屑啦，他就说：你丹麦呢去清仓美债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你的这个资本啊资金实在太小了，就跟你丹麦本身一样是毫无轻重的。那么没有想到这一话一说完呢，他就这个遭到了一些报复，这个是来自于瑞典最大的养老基金，突然间在财长贝森特说完话之后，立刻抛售了700到800亿瑞典克朗的美债，这个金额相当于77亿到88亿美元来打脸贝森特。这时候贝森特啊，本来从这个嘲讽的语气，突然间态度180度大转变，他呼吁说：全球我们这时候要冷静一下，让事情自然的发展啊，并且撇清说最近美债的市场动荡的主因是跟格陵兰没有任何关系的，呼吁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给放在心上。那么德意志银行的策略师就这样说了，他说呢，现在呢，这个他会这么紧张，包括了财长会这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其实是美国最大的放款人，而美国呢，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是关键的弱点。美债不只是市场的商品，更是美国的霸权一个很重要的基石。所以现在一旦全球对美债的信心破灭的话，连联准会啊，恐怕都救不了美债了。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我们看到这个贝森特的态度突然间一下子大转变哦，代表他很清楚，欧洲如果真的动手抛售美债的话，后果是会非常的严重吗？委员怎么看？一点都不严重。欧洲是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少的国家，欧洲央行才多少？700亿美元，能干嘛？中国大陆擤个鼻涕都不只是700亿美元了。所以欧洲真的拥有的美债规模很少。那你说，不是账面上看起来8兆吗？对不起，都是什么中国啊、日本用信托方式所持有的。像英国的8800亿，自己英国没多少啊，都是其他国家或其他金融机构啊、其他保险公司请他们信托在他的名下而已，并不是真的他的啊。所以欧洲自己持有的美债规模很小哈。比如说你说瑞典这个养老基金啊，你说抛售77亿美元。美债1天5000亿交易美元的交易额啊，这77亿美元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贝森特讲这个说无足轻重是真的。但最近美债市场上动荡，是因为很多人，包括美国自己人，
害怕川普真的跟欧洲开战。那开战当然会赢，可是这个动荡不安的不确定性，我宁可先卖了吧。那这个美国人自己卖美债才可怕啊，因为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多的是美国人自己，大概美国政府公债有将近差不多60% 以上是美国人自己持有的啊。那你说这个丹麦投资长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信用主体，他卖1亿啊，就卖，这是没有影响啊，没有影响啊。那这个美国这个财长也不是啦，他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那个一点了。如果说真的要对抗哈，是中国才日本才是对抗的家伙啊，怎么对抗这个欧洲这种没有本钱的国家呢？哈，你别看那个马克龙要法国外汇存底没多少钱啦，啊，那德意志银行这个欧洲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放款人，乱说，因为钱都不是你自己的，因为伦敦经营这个财富管理很成功，然后这个比利时也很成功，卢森堡也很成功。荷兰也很成功，所以他们拥有的都是其他国家拥有的资金，不是你欧洲自己的。你拿别人的钱当做你自己的，所以我是觉得，连这个策略分析师很丢脸哦。那你说美债不再是市场商品，是霸权啊，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如果今天中国一下子要把所有美债或者美元全抛掉，搞不好美国脸一横就说我冻结你啊，就冻结了，啊，就像冻结俄罗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中国大陆在那边放太多钱，注意啊哈！现在还有3兆在那边呢。是，那这个什么美债信心破灭，现在大家已经对他没什么信心了。哦，什么联准会救不了，联准会出手都几千亿，这没什么问题啊。是，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李将军。我觉得我们美债哈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投资了哈，就是就像是以前我们学过一点的基本的这个理财的观念来讲的话，在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股市多一点嘛，股市占7成，对不对？债市少一点3分哈，比较具有积极的这种投资策略。当你到中年的时候，就股债大概各一半。那像到我这种年纪来讲的话，债市大概也就投资要到7成，比较稳定哈。那股市你就要少一点，因为你的承担的风险就会比较大。这个所以说，债券从这个投资的理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一种比较稳定的哈。认为说这个投资理财比较稳定，但是这次哈，这个如果说美债，如果说在这种大家都认为比较稳定状况之下，它居然会殖利率暴升，也就是它的债券本身的价格下跌。那会造成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大家就不再信任美债嘛。第一个就一定是造成你这个国家哈，如果说是你美国国家债券来讲的话，那当然会造成你国家利息要支付要比较多哈，你才能够去借到钱，因为你的风险不再那么高，我就要支出更多。那以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它现在本来这个利息就已经很高了，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它的这个就已经很高。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会支付更多利息。那对一般的企业来讲的话，也会增加它融资的这种压力哈。对，融资会更难。那对家庭来讲的话，也会有压力。譬如说是它房屋贷款哈，这个利息就会增加。譬如说它家庭生活支出的成本就会增加，甚至于很可能因此而引起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都很大。那这次来讲，我认为说是美债会这样发生哈。主要是也是由于川普自己搞出来的。第一个，他对格陵兰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风险大家会评估。所以说，欧洲来讲，我虽然说很无力、很乏力，可是好歹我就像丹麦来讲，退休基金我就给你这个清仓1亿美元哈。瑞典来讲的话，金额虽然不高，可是代表我反抗的决心。我就清理美债。那当然对这些情形，对这些国家来讲，其实他们有一句话，如果说是在互相打金融经济战的话，那当然是杀敌1000哦，也会自损800，你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但是对你自己本身也会有影响，因为你可能对之后这个像我们刚刚看到这2个有一个共同的点啊，大部分都是退休基金或者是养老基金，那对老年的这些生活来讲，就会失去一个基本的保障，因为美债毕竟来讲，在全世界来讲，还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投资信用的一个保证。是，所以当这个经济活动力降低之后，我觉得对欧洲自己本身哈，对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它的经济活动会降低，所以对川普来讲，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哈，对他来讲还是一种威胁压力很大。
好，所以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这个压力之下，欧洲国家开始大卖这个来自于美国的债券，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看起来整体的债券市场不会受到欧洲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中国大陆跟日本卖美债的话，这影响就会蛮大的了。那川普真的会容许自己的小弟日本把美债卖掉，因为现在开始做这些动作，然后把资金带回日本来救日本的经济吗？赖老师又怎么看？目前还没有这个趋势了，但是波动大，主要的是跟美国跟日本都是一个政府负债比较高的国家啊，尤其日本的政府的负债太高了啊，GDP 的2.85左右啊，这么的高。那现在的情况是在日本会产生这么大的波动，是因为高市早苗宣布他要解散国会啊，这个才造成了昨天的激烈的一个波动。也就是说，政治呈现出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们也很明显的发现。日本的经济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因为到目前为止物价还是在上涨，然后预算案因为大选的关系又会被搁置，即使他们的财务大臣有特别跟日本说，我们已经有准备了一笔特别的预算来去维持这个政府空转时间的时候所支用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以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来说，日本人他们觉得不信任的情形。我们看到它主要的就是因为长天期的它的这个公债卖不动，殖利率一直飙升，那等于是它卖不出去的时候，很多人也就跟着开始把它的公债把它抛售出去了。所以不管是40年期的、30年期、20年期的，那都看到它的整个殖利率都在往上攀升的情形下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美国的政府公债也出现同样的这个殖利率一直在攀升，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公债也卖不动的，因为中国大陆有节奏的、有计划的，一直在减少它对于美国政府公债的持有。目前来讲，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了。是从过去的排名第1、第2、第3、第4，现在可能排名到第5、第6、第7、第8，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大陆有节奏的一直在抛的情形下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公债它越来越卖不动，那它的殖利率一直在飙升，那很多人开始对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越来越不信任的情形下，再加上联总会它不肯降息的情形，很多人开始担心美国政府破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那我们想，这些都是稳定基金嘛，因为退休基金邮储基金，这个都是稳定基金。那这些基金的负责人，他本身是要吃法律官司的，也就是说，你的一个获利低于5%的话，你再继续持有，你本身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很多国家的政府的操作人员，他们本身当然就会抛售。一旦抛售，那呈现出来的这个殖利率在飙升。我觉得日本如果高市早苗没有把日本的经济稳住，没有把日本的财政状况稳住，如果没有把它的政治的局势稳住的话，日本如果一旦崩跌，你都不能排除它会回过头来救市。一旦如果日本也开始回过头来救自己的话，那这个对美国的冲击很大。那如果说日本他觉得他活不成，他怎么还有可能会让你美国说我今天为了你，我今天死了算？我想这个应该不会做到事，但是到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发生。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是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现在压不住军方就投美嘛，因为最新消息他会赴美去访问哦。那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被国内的强硬派视为是卖国求生吗？另外一方面，川普除了扶植这个临时总统当作是美国的傀儡之外，也封锁加勒比海的航道。但是他的眼中钉就是影子舰队在这边的船队哦，还是抓不完的。到底要怎么办？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南美的一个震撼的一个消息，因为呢，这个反美的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突然间态度大转变，他是罗德里格斯哦，他决定呢要去赴美来求救。法新社是这样
子来做评论的，说川普就是因为要扶植这一位罗德里格斯，他希望他能够愿意配合美国利益的政权哦，所以要持续的支持他，而这是美国长期都非常习惯的一个手段了。那我们来看到美国军方为什么他这个罗德里格斯要赴美，就是因为美国委内瑞拉的军方现在已经实质掌控了军权，尤其是在马杜罗被俘虏之后呢，留下了一个密令哦，就是安插军方人马来掌控目前在委内瑞拉的不管是石油港口以及武装力量。那么强硬派人士也说了，这个临时总统这个决定去美国的举动呢，就是向区域帝国主义来完全的低头。那另外一方面，川普则是不断的强硬的说呢，美国已经从委内瑞拉这边获得了5000万桶的石油运往美国，这不仅是美国的利益，他甚至还表示说，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很好的，因为他未来半年将赚得比过去20年还要多的钱，真的是这样子吗？等一下一起来看哦。那美国现在实际的作为，最近又有哪一些动作呢？包括扣押了第7艘来自委内瑞拉的油轮之外，还做这个加勒比海的实质封锁，等于整个原油的航道现在都被美国给截断了。中国大陆原本进口的石油也直接归零。委内瑞拉真的有赚比较多吗？如川普所说的，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分析说，答案是错的，它的出口量已经直接暴跌幅度高达了75%。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的临时总统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突然间求援美国，是真的压不住来自于军方的压力了吗？在背后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交易？那川普扶植的这位傀儡的政权，他是为了委内瑞拉的人民，还是为了他自己有其他的想法？委员怎么看？委内瑞拉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运作都不太正常。这个在卢比欧在马杜罗被抓了以后，他讲了一段话，其实就是他的计划。第一阶段就是抓走马杜罗，第二阶段呢就是这个稳定过渡政府，第3个阶段举行大选，成立合法政府，大概有这么一个3个阶段。卢比欧在第一天就讲了啊，那现在等于到了第2个阶段，因为马杜罗抓走了啦哈。那至于说马杜罗抓走了，说他还有密令谁啊谁，没人会理他。委内瑞拉是一个很现实的，你被抓走了你就赶快走。不可能让他回来啊！那我掌控就是我掌控了啊，这是没有这种什么事情了啊！那国内强硬派人士，我那谁敢强硬啊？没人敢强硬了。那美军为什么搞了一大堆舰队在那边呢？那个叫做摆样子。什么叫摆样子啊？让委内瑞拉军方哦收钱的时候不打仗就说啊，那外面那么多美国军，我不要打了，我以免受了很多损失啊。事实上钱都放口袋啦，每个大军官都收到钱啦，所以一点都不意外。那现在为什么这个罗德里格斯呢要去美国要他来归顺？你给我乖乖的来。以前你讲什么无所谓，你现在来给我归顺啊！我让你当过渡时候的委内瑞拉领导人，因为现在整个委内瑞拉石油的出口权利控制在美国手上吧。而且他的外汇存底也控制在美国手上嘛，有钱的是老大嘛，付钱的是老大，你要乖乖来，不然我不给你钱了，对吧？没有外汇，你委内瑞拉就乱成一团了，通货膨胀，什么东西都来了。那你说川普讲的也是对，也是不对，就看他有良心有没有发现啊？你说我缴了5000万桶，能不能补我军费？可以啊，他的军费可以补了哈。那再来哈，他说未来半年要赚的比20年还多。那你有2个条件，你要必须达到吧？第一个，你很认真帮委内瑞拉卖石油，而且这个石油又乖乖的回到委内瑞拉外汇存底里面，而且你又肯给委内瑞拉政府花。那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何止是未来半年会赚的比20年多，搞不好多了几倍啦？为什么？因为委内瑞拉以前石油只能卖少数几个国家，其他没人敢买嘛。啊，你现在如果是美国控制的委内瑞拉石油，你中南美洲就可以乱卖到日本、卖东南亚都可以卖啊，所以当然量会很大哈。那再来就是说委内瑞拉好，因为它不准进口这个不止鸡蛋，所以它的设备都没有人投资，都老旧了，所以挖油的速度都很慢。那这个要美国公司来挖才行。那委内瑞拉那些贪官污吏，他没有能力去挖这些石油嘛，所以就看你实际上川普有多大良心要把委内瑞拉改善嘛，哦。所以其他的所谓委内瑞拉暴跌75%，因为根本你把油弄走了，没有人来挖了嘛，
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也不敢挖，也没有油轮来了，那当然暴跌750%，暴跌100%我都不稀罕，他就在等你这个代理总统乖乖的来跟我签个我要的条约，我再放行。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啊。好，目前为止看起来，川普是在委内瑞拉这边最想做的就是让企业在这边做石油上面的投资，但目前美国的企业是不太敢去委内瑞拉做投资的。那川普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因为刚刚说嘛，封了航道，然后控制了油轮，然后还有重化能源的流向，他是想要把委内瑞拉变成他的经济殖民地吗？那赖老师要怎么看？你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说，委内瑞拉是不是继续有这个大量的在开采这个石油？问题没有啊。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委内瑞拉的这个开采油的设施很陈旧、很落后，开采的数量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效率。那它目前的油其实是用储存的油来卖的嘛，所以美国现在能够抓捕到这些油轮其实是有限的。你不管说6艘、7艘、8艘，那每一艘的油轮才几个亿啊，那你说你10个艘也不过就是44个亿啊的，或者是50个亿的美元。但问题就在于，你到目前为止，你美国油商没有进入委内瑞拉去开采油，你美国的油轮没有进去委内瑞拉去把油运出来啊，你到目前都还没有。所以等于是这个部分，川普还是要去说服他国内的油商，说你们去开采吧。去投资吧。现在的情况是，大的油商不愿意进去啊。那你小油商他是卡政府的油，卡政府的凯去，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可是问题是，小油商开采的油的数量不如大油商他开采油的效率好，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僵在那里。那有人就开始说，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所有的委内瑞拉的债务打水漂？不会，因为这是中美谈判的问题，不是中委谈判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跟委内瑞拉的债务就因为当时是用主权来去担保的嘛，用主权担保，那你总共有150亿美元的话，如果委内瑞拉的油都被美国人拿走，然后再卖出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未来要谈判的就是委内瑞拉的油跟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债务，你卖出来的油里面要还债给多少？那这个是要经过政治谈判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未来格里尔或者是贝森特或者是这个鲁特尼特跟中国大陆很快的马上要进入谈判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在计划4月份川普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而且已经说了只会更好不会更坏。那只会更好不会更坏的情形下，那有关于中国大陆对委内瑞拉的债权这个部分的还债的偿债的部分的细节，我觉得也会是中美来谈判，不是中委来谈判，也不是美委来谈判，是中国跟美国说了算。美国也不可能去赖这个账，因为赖这个账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当初在利比亚也好，在伊拉克也好，也是如此嘛。也就是当时美国占领了伊拉克、占领了利比亚的时候，那事实上中国大陆跟利比亚跟伊拉克所签的这些协定还是要照走。我想美国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媒体尤其是绿媒的一直在说中国大陆打水漂了，我觉得你们太乐观了，想得太开心了，但实质上不会是这样。另外4%的委内瑞拉的油，也就是委内瑞拉的油几乎全部，我们有说对卖到中国大陆去，但是也占中国大陆的进口油4%而已，很少，很容易能够找到替代者，所以这个问题并不严重。中国不会因为这样而就缺油，我想这个也是想太多了。所以我看到绿营的媒体兴高采烈的，我就觉得这个都是想太多了。是，好，有关于这个石油的部分，接下来中美之间会有一个更详尽的谈判，就看这个接下来怎么样在做相关的石油的进口的后续。那其实呢，目前为止，其实加拿大倒是看到了一个缝隙，他认为说，中国大陆暂时不能拿到美国的油，那没关系，我们就跟中国大陆发展更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卡尼最近呢，不断的强调他要深化中国大陆跟加拿大之间的能源合作。那其中包括了加拿大的这一家是这个跨山输油管道，可以将这个亚伯达省的原油直接送到西海岸，再出口到亚洲市场。看起来川普的这个封锁反而有助于中加关系的全面改善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要请教李将军。再来就是说，美军疯狂的在加勒比海这边扣油轮，但是影子
舰队真的抓得完吗？将军？加拿大所产的油其实跟委内瑞拉的品质很接近，那大概都是属于酸性比较重，重油脂的所以说中国来讲，它提炼的设备来讲，它可以提炼委内瑞拉油来讲，它也可以提炼加拿大油，它不要去另外更换设备。那当然加拿大就看上这一点了。当委内瑞拉的油没办法再卖给中国，或者受到限制的时候，它刚好钻这个空隙它将它的油卖给中国。因为原来加拿大要卖给美国，美国就可以它重税嘛，所以这次加拿大卡尼可以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刚好都落到他身上，他刚好一方面可以卖加拿大油，二方面也可以替补中国的所需那第二个，我们讲说可不可以抓到影子舰队？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影子舰队。影子舰队顾名思义，它就是没有合法登记的船只的舰队包括它没有登记，所以它没有什么国籍，它甚至于说是漂浮在海上，它也在海上，它也关掉它的应答器，所以说你不容易发现到它，可以说是偷鸡摸鱼、浑水打鱼的这种船只运油的工作，甚至于它的船只，它可能出发的港口，譬如说是在委内瑞拉出发，可是它登记的港口可能在秘鲁，我在秘鲁出发，所以说当然美国来讲的话，要这个抓这些的影子舰队，它真的是可以抓，也因此我们看到，包括到这前几次被抓的船只，包括到俄罗斯的船，这个影子舰队被抓俄罗斯也没有话讲。当然最重要，我觉得可不可以抓得住？当然可以抓得完为什么呢？因为以美国它是用军舰去抓，军舰来讲，它船的速度比这个运油的船的速度要快很多，再加上它军队有雷达这些先进的设施。